最近中国宣布放宽防疫措施，也重新开放了国门，结果有一大堆的国家反而针对中国旅客实施严格的入境要求，甚至是禁止入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解封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哦。12月初，中国突然宣布了一连串的解封措施，而过去3年严格执行的转运隔离、扫码核酸等等的管制几乎完全取消，被外界认为是正式放弃清零。但一解封之后，就传出了中国境内疫情大爆发，不仅医疗的资源短缺，医院人满为患，甚至火葬场啊，还有殡仪馆前呢都大排长龙。那包含像是美国、日韩等等，全球目前有20几国都已经宣布要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比较严格的入境检疫措施。甚至是完全限制他们入境。外界担心哦，中国境内光速解封之后呢，疫情可能外溢，导致其他国家的疫情也再度升温。中国现在的疫情状况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全球大多数的国家都已经解封了，那中国解封难道是不对的吗？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多数的台湾人人生第一个接触到的乐器就是直笛，为什么每个孩子都要吹直笛？堵住学生的嘴巴。直笛的教学啊，或者是一些古典音乐的学习，跟他们的生活是比较没有相关。大考之前，可能这些学科的老师如果需要借课的话，第一个首选会想要先借音乐课。家长可能会私底下跟你说，老师，我家小孩子未来没有要走音乐这一条路，就让他接触一下，这样就好了。我大学念的是音乐教育学系，少子化这个情况了，职缺只是越来越少而已。有一些 case。是你可能要接的时候不会知道你有多少钱。现在的音乐市场就是一个非常分众的时代，几乎什么音乐都有可能会有听众喜欢。那有多少音乐系学生毕业后继续做音乐呢？大概11月中，中国才公布了20项防疫优化措施。当时虽然稍微的放宽了防疫规定，但还是坚持动态清零。没有想到，不到1个月后，政策就大转弯。12月7号，中国官方发布了俗称新10条的防疫准则，不仅完全没有提到清零，更取消了几乎所有非医疗的防控措施，包含大幅度缩小核酸检测的范围，取消临时封控、大量集中隔离等等的措施。在非高风险地区的地方，也禁止限制人员流动，要求停工啊或停产。学校呢，也要正常线下教学。规定当中还特别提到，要确保人们的外出通道通畅，严禁以各种方式封堵消防通道跟社区的出入口。而另外也有几项解封配套措施，像是要求各辖区加速让老人接种疫苗，确认慢性病患者的状况，进行分级管理等等。之后，官方又陆续的颁布了其他的解封措施，包含了正式下线监测工具行程码，解散流行病学调查队伍。中国最高卫生主管部门健委会也不再公布每日感染死亡人数，改由下级单位疾控中心来统计。而另外，他们也正式把新冠肺炎降级并改名成新冠感染。而从1月8号起，边界管制呢也大幅的放宽，入境旅客只需要提供筛检阴性证明，不再需要全面的检测跟申请健康码，同时也恢复让中国的公民出境旅游。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呢，防疫措施放宽是因为当前流行的 Omicron 病毒致病力跟毒性都明显的减弱，而且全国的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90%，民众健康意识也有提升，所以决定解封。中国健委会呢更强调，这次解封打的是一场有准备之仗，绝不是被动的开放。不过，外界的专家媒体甚至是中国国内的部分人士都认为，官方是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而选择解封。端传媒报道指出，严格封控的3年来，中国经济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且在去年 Omicron 疫情爆发以后，病毒传播得更快了，坚持动态清零所要负担的财政支出也越来越高，而这些措施却没有换来预期的清零成果，甚至在解封之前就传出中国疫情正在升温，连官媒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都曾经发文表示，中国各地的疫情从11月中下旬开始就控制不住了，但他不久后又把文章删除了。那在经济打击跟严厉的封控之下，中国社会的民怨也水涨船高，从10月的四通桥事件到中国
各地出现越来越频繁的抗议活动。而且就在新10条发布的1个多星期以前，中国才爆发了反对封控的白纸运动抗议潮。所以有不少的国际媒体认为中国的解封很大程度上面呢，也是对近期的民意做出的回应。但是在解封之后，中国很快就面临了另外一个难关。在中国解封之后，各大城市就陆续传出感染者激增、医疗资源短缺的状况。而最先告急的是北京。报道指出呢，新10条颁布不久之后，北京各大医院的急诊跟发热门诊都有大量的病患涌入。不仅像是药物病床的供不应求，医护人员的确诊率也跟着飙升。但许多医院呢，还是要求医护人员带病上班，更召回退休的医护回去帮忙。官方记录显示光是12月9号，北京市120急救电话通报量就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3万多通，是平时的6倍。而到了12月底，北京等等先爆发了疫情的城市，虽然已经经过了感染高峰，但却紧接着迎来重症跟死亡的高峰，甚至出现火葬场跟殡仪馆排队的状况。许多的高校机构也开始频繁的发表讣告，甚至涌现多位年长名人过世的消息。很快的，包含了四川、湖北等等大城市也陆续上演相同的状况。不过，中国整体疫情具体有多严重，官方并没有提供可信的数据。则在解封之前呢，健委会的数据就被质疑严重失真，后来改由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也备受质疑。根据他们的报告，截至录影之前，中国的累积死亡只有5000多例。此外呢，中国也一度停止向 WHO 分享疫情数据，在 WHO 多次催促之后，才在1月初提交数据，声称呢，从12月26号到1月1号，中国新增了21.8万例的感染，还有648例的死亡个案。但这个数据其实包含了港台澳的个案，而在这段时间呢，港台澳合计就有超过600例的死亡，等于中国死亡个案不到50例。在收到数据之后呢 ，WHO 的官员直言呢，中国数据低估了疫情状况，尤其是死亡人数。另外，根据一份经过多家媒体核实的政府会议纪要，在12月20号这一天，中国就有高达3700万例确诊。各个外部机构呢，则是推估中国现在每天可能有100万人感染，超过5000人死亡，而且在2-3个月内可能会有高达1到200万例死亡。中国解封之后，许多早已解封的国家就表示，因为中国没有完整的疫情资讯，担心中国旅客呢入境之后会导致自己的国内的疫情再度爆发，所以宣布要针对中国旅客重新实施入境检疫的措施。据统计，目前有至少21国已经采取了相关的措施，那包含了像是美国、加拿大、法国、澳洲、韩国等等。近期有实施相关措施的国家，基本上都有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提供48小时内的检测阴性证明，或是直接在入境的时候做筛检。而此外，有些国家也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比利时呢就宣布要检查从中国入境的班机上面的废水，而日本呢则干脆减少从中国来的航班量，并指定降落机场，而旅客抵达之后呢也要做筛检，就算无症状确诊者也要隔离5天。而摩洛哥呢甚至直接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而至于台湾呢，指挥中心先宣布，从1月1号开始，从中国直航抵台的旅客要在机场做 PCR， 确诊者要居家隔离。那元旦的当天呢，从中国抵达桃园机场的旅客就28% 的人确诊。而之后指挥中心又增加规定，要求从中国启程在港澳转机入境的旅客也要提交筛检阴性的证明。中国在发布新10条的时候，虽然没有正式的宣布放弃清零，但在各种官方发言当中几乎都没有再提到清零。而习近平则形容政策的转向是疫情防控的新形势、新任务。而对于最近的这个疫情状况，官方一再的强调疫情在预期跟可控之中。在 WHO 官员表示中国提供的数据不准确之后，中国外交部也反击说，他们始终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跟 WHO 沟通分享资讯，也希望 WHO 能够坚持科学客观的立场。中国驻美大使馆呢则表示他们在政策调整的过程当中取消了大范围的检测，所以确实很难收集到准确的病例数据。但之前很多国家也都是这样。驻法大使馆呢也发文说，防疫政策换挡之后，本来就会有一个适应期，而中国有自信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度过这段时期。那在各国宣布针对中国旅客采取入境限制之后，各个大使馆还有中国的外交部都批评，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歧视，而且呢政治意义大于科学意义的举动，同时也表示要对那些国家采取反制措施。而至于官媒央视呢，则发文批评各国虚伪双标，之前嚷嚷的要这个中国开放，现在却限制起中国人来，好像中国无论怎么做都是错的。
最近中国网络平台上面支持与反对解封的网友掀起了一波论战。反对的人认为之前清零政策会引发争议，是因为各地方贪腐执行不力，但动态清零的大方向并没有错，应该要坚持。他们也批评白纸运动的 A4 解封派逼了政府解封，结果害疫情大爆发，又出来骂政府没有准备好。但另外也有一些人呢，纯粹是担心家中的老人小孩染疫，认为宁可封控失去自由，也不要解封失去家人。而至于支持解封的这一派当中呢，有些人是单纯觉得可以不用做核酸了很开心，但也有些人是认为封控的影响比疫情本身更可怕，所以宁愿冒着感染风险去赚钱。同时他们也反呛清零派的人呢，都是不知民间疾苦的权贵，因为生计不会受到封控的影响，才会在那边批评他们。不过其他呢，还有很多的网友虽然不反对解封，但是觉得现在的做法太急促了。有人认为呢，目前中国的疫苗接种状况不理想，老人跟偏乡人口的接种率都太低，而且很多打过疫苗的人也已经超过1年都没有接种加强剂。另外一些人呢，则质疑官方目前开放施打的疫苗都是中国制，没有获得多数的国家认可，保护的功效可能不够好。而最近网络上面还出现了很多到香港呢打复必泰的攻略文章。此外，甚至还有部分的中国网友直接批评政府，说明明可以借鉴其他国家选择逐步开放，同时准备医疗资源，但政府之前却一直把心力都花在封控上面，花大钱盖集中隔离用的这个方舱做核酸，结果到了疫情升温，中国医疗资源已经蛮吃紧的状况之下，又一下子大解封，撒手不管，那医疗体系又怎么可能负担得过来？很多网友呢还悲观的表示，眼下的情况恐怕还不是最糟的，更令人担心的是春节期间的返乡潮。有专家推估呢，中国的疫情应该会持续3个月左右，而下一波感染的高峰应该会是在春节期间，主要受到影响的则是农村还有中小型城镇，因为春节期间呢，有大量住在大城市的年轻人返乡，也就是所谓的春运人潮，那就可能会把病毒也一起带过去，而这些地区的资源呢相对匮乏，老年人口很多，就很有可能爆发非常严重致命的疫情。而对于春运可能造成的影响，中国官方不再像过去3年那样子提倡就地过年，而是要求企业错开员工的休假日期，各校错峰开学，并指示各地的政府做好重症应对准备。官方表示，今年中国春运呢，1月7号开始到2月15号结束，总共40天，而预估的客流量呢，可能上看21亿人次，创下了近4年的新高。而这样大规模的人潮流呢，也引发了外界担心，中国会成为变种病毒的温床。那虽然以现况来看，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有出现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变异株，但许多专家表示，每一次感染都是一次变异的机会，所以大量的人潮流动还是可能会大幅的增加病毒变异的机会。而最坏的情形呢，就是出现传播力跟致病力都更高的变异株。不过很多专家呢也强调，目前在中国的实际感染人数跟疫苗效果都不明的状况之下，他们并不清楚，也没有办法推断中国出现变种病毒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在去年，全球各国包含台湾几乎都已经大幅度的放宽防疫，而再加上中国疫情的状况越来越严峻，影响到的层面越来越广，所以我们原本也觉得中国的解封呢会是早晚的事情，但到现在中国真的解封了，状况却有点出乎我们的预料。本来以为中国会像新加坡等等的国家一样逐步开放，没有想到他们一解几乎就是全解。而另外很多国家在解封前后都难免会出现感染的高峰，但通常也都会搭配一些配套的措施，比如用奖金去补助刺激长者去打疫苗等等。而就中共高层最近对外发布的消息来说呢，除了可以看出政策要转变以外，我们目前还看不太出来他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会往哪个地方走。但是就像我们在中共20大那集观点说到的，我们觉得清零政策可能是一个风向标，放弃清零选择解封，可能就代表着中国整体政策的转向，可能也有着要重新外界接轨复苏经济的意味在。那这个部分未来或许可以从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跟其他的国家的互动当中慢慢的看出端倪吧。那最后想来问大家，你会担心中国解封后的疫情状况吗？会哦，超怕又有新的变种病毒，真的不想要再经历一次严重的疫情了。不会，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吧。台湾之前也是有超多人确诊啊，自己还好，我觉得不关我的事。滴其他留言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解封的状况。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白纸运动以及4月之声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